为什么社保的公募基金在疯狂的去卖股票？跟大家讲了，社保没钱了，也就是当他用不到现在的现金流的时候，他会去让这些基金想办法去翻身多挣钱。在这个点位去卖，一定是挣不着什么钱的。2800多点了，咱们知道2800一旦破了，就按人家说的，就奔2500、2400去了，2500、2400去了。那实际上大部分股票真正的点位都在2000点以下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社保基金还在这么疯狂的清仓，叫清仓，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现金流了。如果社保基金再不清仓，就没有钱来支付养老和医疗的钱了，这个是大问题，大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不用到2029年，可能明年就要断顿，否则但凡现金流够，都不会这么疯狂的去卖掉所有的社保基金，不计成本的。所以等社保出问题，没有钱养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不是想不想乱的问题了。啊，中国毕竟现在有1/3的老人家，那个时候就不是想不想乱的问题了，不是想不想造反的问题，这是造反也得造反，不造反也得造反了。深圳 GDP 上半年增长95.9%，你让我看什么呀？你们看看深圳市现在的经济下滑的有多厉害？你们看看今年深圳市的房地产拍卖市场啊，刚才我讲了房地产拍卖，二手这个法拍房。这个深圳市房地产的这个掉的都可怕啊！有一些区像南山等几个区，那个房价掉的，人家说都掉的害怕了，都已经崩溃了。深圳市今年前6个月1400多套法拍房，最后呢打了7折拍不出去，再打7到8折拍，一共拍了400多套，1000多套房没拍出去，这就是深圳现在的悲剧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们如果还相信还能经济增长，那我也就不说啥了，好吗？我也就不说啥了。中国这个数，国内上网证我没有看到相关的信息，我不知道上网证的内容，所以就不知道了。王海的背景也是个副国级领导，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王海的背景那是一个庞大产业链，看我以前的视频吗？就是王海通过打假为名，在中国黑了多少人，挣了多少钱，我跟大家说过啊，在里面讹诈了多少民营企业，就是讹诈民营企业，司马南是明面上的啊，就是说民营企业坏话，王海是底下的，庞大产业链遍及到中国几千个工商系统里面都是人，专门讹诈民营企业，跟大家讲过，你看以前的视频吧。存款要取出来呀，现金你不取出来，搁在中共的银行里，你到时候就取不出来了。中共的数据主要是对不上号，就中共所有的数据，我跟大家已经分析这么多年了，天天讲数据，那个数据是对不上号的，几个机构的数据全是对不上的，这是中共比较惨的一个景象。包括深圳，深圳是全中国掉的最厉害的，就是深圳，掉的第1位的就是深圳吧，掉的第2位的是广州啊，我记得掉的第1位的是深圳，掉的第2位是广州，叫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掉的最厉害的，我忘了是广州和深圳10%几啊，第1、第2广州、深圳，然后二手房的价格下跌最厉害的也是广州和深圳啊，所以呢，大家可能去看一下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觉得深圳 GDP 涨得最多，这个是打景象自己想啊。告诉大家还有一个，深圳的副市长跟市委秘书长是跳楼自杀最多的，在中国。对呀，孟加拉、委内瑞拉都在折腾，但是孟加拉、委内瑞拉好赖民众还宽松点那个没有动武，中共就不知道了。哎呦，杜文不了解，杜文不太了解。中国经济属于溃而不崩，那是现状啊，往下就不行了。往下为什么不行？房地产不行了。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光今年真实的又多了28万亿的地方债啊，比往年又多了28万亿的地方债，不是地方债在减少去债，是在多地方债。表面说8万亿，实际上多了28万亿。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多可怕的景象？就是现在不是叫溃而不崩。就是现在在等着最后的那根稻草呢，你就跟管涌到那儿去，就等着最后冲破堤坝那一块呢。你现在经济怎么办呀？这么多口你怎么办呀？你是地方债解决啊，
房地产你解决不解决？你不解决房地产，银行就要崩了，对吧？这么多房子搁在那，银行就要崩了，房地产你怎么解决？啊，城投债你怎么解决？这都放在这，社保你怎么解决？就是这些问题都是无比尖锐，而且根本不能等的问题，都不解决。所以你说生孩子少生点嘛，你还能未来还有个缓儿，但是这些问题你不解决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撸网贷吧，只要你能撸得到。经济不知道看发展吧，还是老观念啊，快2到3年，慢的3到5年就全崩了，就政府得下台，得换人了。只有收房产税才能解决，你跟谁收啊？这个问题，人家说收房产税这个问题就到这了。你知道现在人穷成什么样？大家连还房贷的钱都没有，你要收房产税，那不就是造反了？那就只能等着造反了啊！对你这个不可能的，绝大部分人麻木是自身的利益问题，但是中国人多呀，14亿人里面，哪怕12亿人都麻木，没有14亿，我们就算10亿人，9亿人都麻木，有1亿人不麻木就很可怕，9.5亿人都麻木，5000万人不麻木就很可怕。对，那5000万人你怎么对待？你怎么对付？那就是一个没办法的事儿。那9.5亿人麻木的人不会出来帮你干啥的，不会出来帮助你习近平去做啥的，除了国家机器，国家机器啊，算什么军队公检法，满打满算1000多万，对吧？这些人，这1000多万人是帮你维系的，但是超过了这个数，你就不太扛得住了。对呀，我是包括军队嘛，就1000多万，超过这个数就不太扛得住了。委内瑞拉身边，他国家小啊，他身边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呀，他表面上得有点自由和民主的架势啊。中国大呀，牛逼啊，所以可以直接去镇压，直接说。过去啊，中国人啊，文革等等那个时候吃草是可以的，现在的年轻人可不一样了。80后这些人什么见识都有，80后这一大波人什么见识都有。想蒙骗他们，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中长大的，对吧？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，他们在改革开放中长大的，在习封闭之前，这个社会该见识的、该看到的国际上东西都明白。你现在蒙这些80后到00后这波人，这20年出来的人，社会的核心，你很难蒙得住啊，很难蒙得住。小城市的4、5线城市还可以蒙一蒙，但是大城市人很难蒙得住了。4、5线的人口呢，又不在中国占一个主要人口的一个基数。对，一定得分。中国不管是联邦还是分裂，一定得分，反正不能是大一统的国家，大一统国家没救。马来西亚排华，马来西亚很排华，谁说马来西亚不排华的？啊，马来西亚的华裔这些年一直在快速的减少，马来西亚很排华，嘴上说不排，实际上很排。啊，可以啊，英语很好，哪个国家都可以，英语很好，选择一个工作签证，哪个国家都可以。